当您为了时间不够而感到烦恼，或者在寻找如何能够有更多精力时，这部影片简直就是您的救星。看完这个视频后，您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启发和改善。首先，您不必亲力亲为地操心每件小事。其次，您可以更轻松地对别人说不，别再像个超级英雄和孤勇者一样。这部影片将帮您释放时间和精力，让您更从容地面对生活的困扰，绝对不能错过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论，我是 Justin， 这里分享着生活里学习不到的健康知识，让您不再为病痛而烦恼。欢迎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更新的影片了。孤勇者在这并不是说陈奕迅唱的那很红的歌哈，这里所说的孤勇者指的是那些事事都要亲力亲为的人，总是不愿将任务分享给身边的人。他们认为把事情托付给别人不如自己亲手做来的省事，免得最后还得花更多的时间整理别人搞砸的部分。另外一种类型是为了彰显个人实力，拒绝别人的帮助，好像向别人求助是一种很丢脸的表现。还有一种是害怕给别人带来麻烦，觉得请别人帮忙就会让对方感到困扰，于是他们宁愿独自奋战，好像就是成为了孤独的英雄。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，但正因如此，他们不得不亲自承担所有的事物，最终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导致一些机会被错过。如果能摘下这个孤勇者的面具，就等于解放了部分时间和精力，让您能够专注于真正想做的事情。咱们看看具体的例子吧。最好理解的就是这父母对孩子的事情，比如让孩子洗个碗，洗不干净，或者干脆摔在地上，摔得稀巴烂，然后还得花更多的时间来清理打扫收拾烂摊子，最后发现还不如一开始自己动手省心。但是很多父母没想到，不让孩子洗碗等于是剥夺了他们的成长经验。我就想问一下，有什么事是天生就能搞定的？是不是都得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呢？从小白到能手的过程呢？如果一开始就不让孩子学习，等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，就能突然变成洗碗高手了吗？来个简单的例子，可能听了觉得好笑，但是挺真实的。孩子们学走路的时候，是不是摔了又爬，摔了再爬，才能真正走稳的？如果父母一直阻止孩子尝试，岂不是永远学不会走路了？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，怕孩子搞砸事情，可谁一开始就是个行家呢？反正我觉得多尝试几次，一回生二回熟，不就成长了吗？开始教孩子洗碗可能会麻烦点，但是当他们学会了，是不是洗碗的时间就能省下来做其他的事呢？所以说，别剥夺孩子学习的机会，而且不让他们做事也是不相信他们能做好的一种表现。给点信心，让他们成长，也能让您省点时间和精力。记住，没人一生下来就是全能的，都得学着成长。好的，再来看看这第二种孤勇者面具的想法，真的是很有趣。觉得找别人帮忙是一种弱者的表现，想向别人证明自己是有本事的。是不是只有能力不足的人才会主动寻求帮助呢？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，如今的成功人士不都是很有能力的吗？那他们是不是也会找别人帮忙呢？其实有时候请别人帮忙并不代表自己不行，就像拖地、打扫卫生这些事情，我自己也能干，但是与其自己费时费力，为啥不请个人帮忙呢？或者花点钱请钟点工来打扫，这样不就能把时间留出来做点其他自己喜欢的事吗？我觉得请求别人的帮助才是更有能力的一种表现，因为您清楚自己想要什么。就好比很多富人请人帮忙赚钱，因为靠自己赚不到那么多的。再说，花钱请人来帮您赚更多的钱，不是更能证明您的能力吗？所以说，寻求帮助并不是弱者的表现，而是强者的表现，因为他们有对自己清晰的认知，知道怎样才能更快、更有效地让时间和精力空出来，
好做一些自己真正喜欢的事。最后一种就是怕麻烦别人，好像这是一种自私的行为，为了自己的目的花费别人的时间和精力。但是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的，寻求帮助是一种可以和别人建立关系的一种途径，大家互相帮助的时候才能促进友谊，不是吗？这次人家帮您，那下次您帮人家，是不是就慢慢熟络起来了呢？因为每个人都会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，而且这并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，因为当寻求他人帮助的时候，决定权在人家手里，所以说人家有拒绝的权利。当别人答应下来的时候，可能这事对他们来说并不会有太多的麻烦和消耗，不然人家也不会答应下来了。我自己曾经帮助过一对意大利夫妇照顾他们的狗狗，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，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狗，一直就想养，但是没有机会接触一些养狗的经历。在这次帮助的过程中，我学习到了养狗需要做的一些基本操作，让我可以有更好的意识，从而决定自己也买一条狗狗来养。所以说，当寻求别人帮助的时候，并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，因为不是您问人家，人家就一定说要帮助自己的，而且有的人可能就等着您上门求帮助呢。就像我一样，巴不得这对夫妇早点过来找我帮忙，那我就可以更早的养狗了。这也是给了别人一个学习的机会。好了，说完孤勇者面具，我们再来聊聊这超人面具。为什么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来说呢？因为这两个面具正好相反，一个是从来不找别人帮忙，一个是总是帮助别人，两个极端。超人面具就是那些总是帮助别人的人，好像别人有困难就是应该帮助，从不拒绝别人。明明自己已经很累了，但是就是怕拒绝别人，好像拒绝了人家就会让他们伤心难过，让他们失望，自己就算再累也要硬撑着去帮助他们。还有一种人是觉得自己就是超人，拯救世界黎民百姓，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得到自己被需要这么一种心理，从而体现自身的价值。这两种超人面具的人都会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消费自身的时间和精力。那怎么样才能摘下这面具呢？先说说这第一种。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这种不懂得拒绝的人，好像拒绝了别人，自己就是个坏人，永远都是把别人放在首位。其实这些都是自己给自己设立的规定。首先，我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最主要的点，就是别人的想法和感觉并不是来自于我们的拒绝，而是他们自己的本身。我们自己只能影响自身的想法，那这些拒绝就会让他们伤心难过，是不成立的。因为我们不能控制他人的想法，问题的核心就是把别人放在首位，自己怎么样没关系，这种奉献的精神可能也是从小社会就教导我们要乐于助人的关系吧，让我们有这种想法。但是这样会影响自身的健康情况，像是压力、疲惫，得不到好的休养，这些都会间接的影响着自身的健康。说回来，帮助别人，如果自身是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硬撑帮助他人，那么这首先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，然后也是对别人的不负责。因为在这种精神状态下，可能会导致各种失误，从而带来更严重的后果。本来您帮助别人，到后面别人反过来还要帮您，这是不是对双方都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呢？所以说，要学会适当的拒绝别人，不要有求必应，因为那样就会消耗自身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。那另外一种就是拯救型，把人家当成是受难者，自己就是超人来拯救他们，然后被人家各种感谢，来寻求被需要的感觉。如果说您时间大把，就是喜欢做这事，那也没问题。但是如果被这些来耽误了自身本来想做的事情的话，这就有问题了。那么多的时间都花在别人身上，那就没有时间花在自己身上了，因为时间就那么多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当帮助其他人的时候，解决的问题都是表象问题。中国有句古话，
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要怎么更有效地解决问题，帮他们解决根本问题，这样就不会一直有着重复的表象问题来寻求帮助，这样也可以更有效地帮助他们，从而减少被寻求帮助的次数，省出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。无论您习惯戴哪一种面具，当他们开始成为您的负担时，就摘下它吧。当您脱下这些面具时，您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轻松，时间和精力也会慢慢变得更充裕。一开始可能会感觉到不适应，但一旦有了这种意识，您就可以逐渐进行改变。因为有些人戴这些面具时间太长，可能已经以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了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从自己开始改变，因为只有自己能改变自己。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 Justin， 这里是健康论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